俄美元储备清零，携57国正式开启去美元化，人民币要怎样才能取代美元呢？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消息称，俄罗斯财政部宣布将在本周完成对俄罗斯国家福利基金的资产结构调整，在开启了去美元化后，人民币比例将上升到 30.4%。截至到今年1月，俄罗斯从中国进口的对外贸易的人民币比例已经增长了9倍。在当前俄央行所持有的外汇资产中，俄央行持有的资产中几乎有1/3是人民币，这一数字同去年相比增加了14倍。在正式开启了去美元化后，俄罗斯当前的美元储备已清零。需要知道的是，除了俄罗斯之外，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伊朗也做出了抛弃美元选择人民币的决定。在伊朗日前达成的商业协议中，结算货币基本都绕开了美元，而是选择了用人民币作为贸易流通的货币手段。抛开伊朗这一热点国家外，其实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都已经不再使用美元作为结算货币了。此次俄美元储备清零，完全可以看作是携57国正式开启去美元化，而且这57个国家中还有像德国以及法国这样的大国。毫无疑问，加速全球去美元化，普京现在打出了关键一枪。相信大多数人对于美元结算机制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都不是特别的清楚。事实上，毫不夸张地说，相对于美元霸权来讲的话，美军的福特航母就是这一机制下美国人造出来的玩具。现在几亿美国人之所以能够坐在家里过着一种不劳而获、悠闲自在的生活，归根到底是因为美国有了一套美元霸权，能薅世界各国的羊毛。通过满世界的挥舞制裁大棒，再通过美元结算机制，美国就可以静静地收获源源不断的利益。所以，即使是美国发生了经济危机，那最终的结果却是世界买单。在2008年的时候，各国已经吃过一次亏了。现在眼看经济危机的苗头又要来了，就目前来看的话，最后可能击垮或者取代美元的那就是人民币。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主要有3个方法。首先是开发一个可以绕过现有国际结算的结算机制，二是打破美元与石油结算挂钩的局面，最后就是全球各国大力量联合起来，加速去美元化。前2种方式还好，但唯独第3种，最大的受益国可能不会是中国。那可以肯定的是，不论哪种方式，中国人民币崛起都已经成为了定局。美国败走阿富汗，却想拉着中国收拾烂摊子。塔利班表态，绝不被人利用攻击中国。为何说美国的做法或许是给我国送了份大礼？众所周知，美军当初不请自来，为阿富汗带来了近20年的战火，现在却又想一点招呼也不打，悄悄地溜走，脱离战场。而随着美军从阿富汗的快速撤军，塔利班的攻势也势如破竹，已经在短时间内控制了阿富汗较大面积的领土。虽然美军不承认他们的撤离是一种失败，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美国这20年的辛勤付出，最后还是以一种屈辱的方式败走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原本以为美国会反思自己失败的原因，但实际情况却显示，我们把美国想得太好了。他们美国优先的思维根本不会允许其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为了转移外界对美国撤军的注意力，他们竟然准备拉中国下水。据美国欧亚新闻网站报道称，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之后，该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将会截然不同。而中国作为世界上发展最迅速，并且在基建领域还处于领先位置的国家，必然会对重建阿富汗起到重要作用。很显然，美国这是想利用阿富汗问题来祸害中国了。我们都知道，美国才是阿富汗地区动乱的根源所在，现在把这里搅得天翻地覆之后，却又想拍拍屁股让中国收拾烂摊子。然而，让美国没想到的是，他们想利用阿富汗问题以及塔利班来祸害中国的愿望，这么快就落空了。据港媒南华早报称，近日塔利班发言人沙欣公开表示，他们欢迎中国投资参与阿富汗重建，并承诺保证中国人员的安全。而且沙欣还强调了绝不允许任何人利用阿富汗的土地来攻击中国这样友好的国家。对此我们想说，塔利班做出这样的表态，也许是深知中国的利益点在哪里。他们明白中国现在需要的是相对稳定的阿富汗政治环境，而且在与塔利班明确利益互相谈判之前，中国是不会改变现有的态度来明确支持阿富汗任何一方政权的。所以相较于美国扶持的傀儡政权，中国与塔利班应该存在着大面积的合作需求和潜力。因为塔利班需要中国的资金基建能力来恢复阿富汗的民生，而中国也需要大后方地缘政治的绝对稳定来促进本国发展。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如果中国对阿富汗的问题能够处理得当的话，那么美国败走阿富汗不仅不是丢给中国的一个烂摊子，反而还是送给中国的一份大礼。我们或许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向世界证明，美式民主带不来美好的生活，但是中国可以。总而言之，在阿富汗问题上，中国还是有很大的操作空间的。美国是诚心想与中国进行对话吗？为何美军军舰却又对华进行秘密侦查？对此，戴旭大校发出警告：中国反击必须加码。众所周知，自从拜登上台之后，美国政府就没停止过对中国的打压和遏制。除了煽动盟友们对中国进行围堵，还偏偏利用台海问题对中国施压。尽管美国方面动作不断，但是也没有吓到中国。而且还有迹象表明，美国的盟友们似乎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比如从拜登欧洲之行的表现来看，德国和法国都反对与中国直接对抗，这意味着拜登的反华策略宣告失败。另外，拜登政府还想拉拢俄罗斯来一起对抗中国，但是普拜会的最终结果让美国知道，中俄关系不是那么轻易就能挑拨的。因此，失望透顶的美国清晰地认识到，通过拉拢盟友反华这一条路是行不通的，所以他们开始流露出想要与中国接触的意愿，并且从美国打算派出正副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来中国打前站的做法。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想与中国高层接触的意愿是十分强烈的。但是这并不代表美国是诚心想与中国接触的。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发布的消息显示，近1个月来，美国海军胜利号监测船在西沙群岛周边海域的航线十分诡异。从该船的航行轨迹，我们可以看到，它在1个月内已经绕着西沙群岛和中沙群岛的外围溜达了一圈了，期间还多次在一些海域进行折返和停留。对此，有军事专家分析称，美国海军胜利号监测船虽然被称为海洋监测船，但实际上它却是不折不扣的侦察船，而且由于其装备的声呐噪声较低且性能较好，所以它们甚至比美军护卫舰、驱逐舰以及潜艇的探测能力更强。再加上之前美军侦察机也频繁飞往相关海域进行侦察，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两者之间必定存在相互配合，企图侦察窃取我军情报的嫌疑。因此，对于这一情况，我国必须要高度警惕。虽然美国在最近一段时间频频对华释放友好信号，表达其想与中国高层接触的强烈意愿，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美国并没有那么诚心。从美侦察船1个月内走出的诡异航线来看，美国很有可能是在做两手准备，既让中国放松警惕的同时，又同步进行对中国的侦察行动。然而他们把这一切想得太简单了，中国绝对不可能落入这种劣质的圈套。正如戴旭大校所讲的那样，美国如今的行为根本就没有诚意与中国对话，在必要的时刻甚至可以直接击沉来犯舰船，只有这样才能让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知道，中国是绝对不容侵犯的，否则必将落得头破血流的下场。美军已在日本部署导弹网，该怕的是谁？日本人感觉不对劲了。在7月8号，日本朝日新闻报道称，美军印太司令部正推动沿第一岛链构建针对中国的导弹网络计划，而主要对象就是日本。美军会在日本部署弹道导弹吗？为何日本人感觉不对劲呢？据报道称，美军打算沿第一岛链构建射程500公里以上的陆基导弹网，5年共投入29亿美元。而美军印太司令部前特别顾问埃里克·塞耶斯分析，关岛和北马里亚纳群岛的美军基地都离中国太远，美国希望在日本部署中程导弹。驻有美军基地的三泽和洋国可能是目标部署地点。不过，美国野心显然更大。美国国防部相关人士透露，美军其实试图从北海道经东北、九州，直到西南诸岛的日本全境各处部署导弹。这究竟是一个主权国家，还是半殖民地呢？日本又会不会让美国部署中程导弹呢？一直以来，日本都身处地缘冲突中心，并随之产生强烈的危机感。日本对中国海警法反应强烈，认为这是夺岛前兆，而俄罗斯更是不断深入太平洋，加强军事存在感。再加上中俄战略军事联系日益加强，日韩关系低谷，半岛导弹危机未解等，可以说日本与所有邻国关系都不好。一旦日本接受美军部署导弹，激怒的不仅是中国，还有俄罗斯以及西边的半岛。然而日本政府还不反思，反而和美国频繁勾结，引狼入室，破坏地区稳定安全。但越是处于地缘冲突中心，日本就越是想赌一把，这是他们的老传统了。在近日美日东方之盾演习中，美国陆军就首次在日本发射了海马斯火箭炮系统，最大射程可达300公里，似乎就是为了部署导弹铺路。在3月美日2+2会谈中，日本防卫省决定引进美国的空射远程巡航导弹，还计划独立研发自己的陆基远程导弹。可以说，在美国的印太策略下，日本自卫队借此极大程度的军事解绑。不过日本一向是躲在美国后面，前不久多次发布对台荒谬言论，都是拿美国挡刀。但是美国现在是要日本冲锋陷阵，日本人觉得不对劲了，这就是把日本当炮灰。有专家表示，之前由于日本民众抵制宙斯盾拦截系统，导致部署计划泡汤，而这种攻击性武器必将会遭到当地居民强烈阻止。如果日本排除万难执意部署，那将是他的末日。该怕的是他们，不是我们。
日本整个国土都在我们的真理范围内，尊严只在剑锋之上，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